Cross the borders on Morocco, take a journey to Dubai, fight the pirates stuck in Disneyland Paris, take a swim in salty water, drinking stars and holy sun, and then we cross America. Cross the borders on Morocco, take a journey to Dubai, fight the pirates stuck in Disneyland Paris, then we cross America. 嗨，大家好，我是小王。纽约为什么叫做大苹果？你想要熟悉这个详细，你要对知影加可爱的昵称开始。咱再来听到有人讲，纽约为大苹果，但是为什么不是其他的称呼啊？19世纪的苹果有奖赏筹码赌注的意思啊。那 Buy the Big Apple，是当时美国人习惯使用的片语之一。那到了20世纪左右啊，赛马盛行啊，于是呢，苹果的果实意象被引申为骑士们努力的果实。那美国所有赛马场当中的骑士们啊，均称赛马中所得的奖项为 Apple， 而在全美国的比赛中，又以纽约举行的比赛奖金最为丰厚，因此在骑师界都称纽约的为 Around the Big Apple。在媒体开始广泛传用这个片语之后呢，那久而久之呢，这个 Big Apple 就变指的就是资源丰富啦，成功的机会比较多啦，投资报酬率较管的相西啊，这码的变形纽约的代名词哦。那纽约市是位于美国纽约州的城市，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纽约的都会区的核心，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哦。那纽约还是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啊，因此也被认为是世界外交的中心。每一年到纽约的游客呢，达到5000多万啊。纽约还被不同的媒体选为这个世界上被拍照上多城市。今天咱就来介绍上盖迷人的城市——纽约市曼哈顿。曼哈顿是美国纽约市5个行政区之中人口最稠密的一个区域啊，范围与纽约郡相同。这个行政区主要由曼哈顿岛组成，并被这个东河啦、哈德逊河以及哈林河包围，并同时包括邻近的一些小岛屿，和唯一在北美本土大陆上的飞地叫做大理石山。那曼哈顿被形容为整个美国的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联合国总部大楼的所在地。下曼哈顿的华尔街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有高达的1.2万亿的本地生产总值哦，并拥有纽约证券交易所与纳斯达克这2个证券交易所。它的房地产的市场也是全世界最昂贵之一啊。美国纽约真的是很多旅游人们的梦想之地。走吧，我带你们去纽约。飞纽约只有一件事啊，它辛苦，就是飞机要坐很久。但其实现在算不错咯，20年前呢飞更久啊。虽然这个城市有点混乱，但是我感觉呢，充满了冲突感。这种冲突感是小王个人很喜欢的。欢迎来到纽约的秋天。纽约和其他的城市一样啊，都有自己的特点。纽约市共有曼哈顿区、皇后区、布鲁克林区、布朗克斯区、史泰登岛区等5个行政区，每一个行政区也各自是纽约州的一个郡。1898年，5个行政区呢被合并为现在的纽约市。这5个区啊，都有不少华人投资啊。投资客考虑投资的主要因素啊是什么？1啊是房屋的价格啊，2啊是交通的便利程度啊，3啊
是便捷的生活购物啊。第四，治安是否安全？第五，文化休闲啊。那第一个景点就是曼哈顿。那曼哈顿呢，华人最爱的纽约投资区域啊，那些房产投资的首选目的地哦。作为纽约的精华，既满足学区的良好，也满足了生活的多元化跟它的便捷度。那曼哈顿区是纽约的市中心啊，纽约最主要的商业、金融、保险机构均分布在这里啊。曼哈顿有很多非常好的中学和大学，其中呢包括世界排名前50的知名学府，如哥伦比亚大学，还有呢纽约大学等等啊。那曼哈顿4个推荐的购房区域啊，主要围绕在中央公园时代广场、哥伦比亚大学跟纽约大学。在纽约的曼哈顿拥有一间房产，是许多人的梦想，甚至呢被视为存放资金的避风港啊。曼哈顿的豪华地产多以投资公寓为首选，但投资的港西尊呢，也是后代来美国读书工作铺好了路啊。公家呢，他想为我的买厝啊，其实不是啊。我要聊的是，告诉大家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在美国买房子投资的原因呢？新建于1698年的3一教堂是纽约最古老的教堂。今日我们所见的面貌，并非昔日的面容啊。1776年3一教堂惨遭大火焚毁，而后又经历了多次的风风雨雨，不断重建啊。如今的模样是直到1864年第3道重建了才定调的啊。教堂外还有一座墓园，长眠的是美国历史上的名人。纽约3一教堂位于纽约市曼哈顿下层的百老汇大道79号，是圣公会纽约教区的一座古老的堂区教堂。1696年呢，英国圣公会购买这块土地新建教堂。目前的教堂呢，于1846年的5月1号基督升天节教堂祝圣。当时是曼哈顿下层最高的建筑，是给予纽约港船只的欢迎灯塔。它被认为是哥德复兴式建筑的经典实例。1976年被列为了国家的史迹名录。3一教堂外面是很有名的华尔街，摸摸华尔街铜牛的蛋蛋是一定爱啦。今天这条狭窄的街道，象征的是世界金融中心的运筹帷幄。来纽约，那有可能无来摸一下铜牛一把啊！何康的是啊，华尔街周边的博物馆不但知识含金量高，还几乎都是免费参观。现在已经成为华尔街地标的铜牛，昂扬的气势啊，仿佛象征着一路向前冲的牛市。然而，溯及了1989年，它可是非法占地哦，一夕之间出现在纽约证交所的门口。但是呢，没到4点钟就被纽约警方给移走了。它是艺术家莫迪卡的
作品。出生于西西里的莫迪卡，看着1987年股灾重创全球金融景况啊，于是呢受到了启发，自己筹措了36万美金完成了此作。据他自述啊，这个作品是要表达美国人的力量啊。所幸呢，纽约的公园主管单位啊，接收了超过3吨重的巨作，也让到此一游的旅客们呢，有了交好运的祈福机会啊，所以来到铜牛的背面啊，那都还在看着真侪人排队啊，等着啥摸爷蛋蛋啊。据说呢，摸了公牛的蛋蛋，能够招财进宝 ，and 子孙满堂哦。这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英文缩写是 NYSE， 有时候简称纽约证交所或纽交所，与泛欧股票交易所合并前，是世界上第2大的证券交易所。纽约证交所的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州纽约市百老街18号，在华尔街的转弯处南侧啊。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起源呢，可以追溯到1792年5月17号，当时24个证券经纪人在纽约华尔街68号外一棵梧桐树下签署了梧桐树协议。1817年3月8号，这类州境呢起草了一项章程啊，并把名字更改为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投资股票的人呢，一定常常听到了牛市和熊市啊，常用到牛市和熊市这2个词汇。投资人哇，这人知道熊市跟牛市啊所代表的意思呢？但是大家知道为什么会是有2种动物来代表市场的好与坏呢？有一种讲法是啊，熊和牛啊攻击对手的方式不同啊。牛在攻击的时候会把它的脚向上顶，而熊在攻击的时候则是会向下扑。因此呢，股票市场的变动，如果趋势是往上升的，会被称为叫做牛市；如果趋势往下降了，则是熊市。那牛市啊的市场啊，相当的热络。以前投资人与证券经纪人啊挤在证券交易所中啊，拥挤的现象就像圈养的牛一样壮观啊。加上股在西方文化当中是 power 财富的象征，可以从纽约华尔街外面的金牛铜像看出一二啊。后来传到中文的时阵呢，也就衍生出啊牛气冲天或牛气逼人一说啊。那熊市呢，通常呢为经济呈现空头格局的时候啊，这类原因是熊每逢冬季需要冬眠啊。另一个原因是美国西部拓荒时啊，牛仔 cowboy 比赛呢，常常呢赛马斗牛，不然就是抓灰熊来斗牛啊。后来美国人就把熊和牛视为死对头，因此若称股票市场热络为牛市。那么相反的呢，股市
呈现低迷的状态，就被称为熊市了。那股价跌幅超过20%，既是熊市，相反的则是牛市。其中最令投资人闻风丧胆的熊市，莫过于19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以及近几年来因为次贷爆发的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当时的道琼指数几乎腰斩了，全球市场也陷入无限低迷的状态。但再怎么可怕，都没有这一次新冠肺炎来的可怕。If I'm lost along the way, if I wander off onto a different trail, will you forgive me if I fail when I'm lost and derailed? If I cry when I'm blue, if I cry alone when I am with you, will you forgive me if I do? If I cry when I'm blue, through wind and through rain, through trouble and pain, if ever my heart strain, will you pull me through like you always do? When I am calling your name, when I am calling your name. If I'm wrong when you are right, if I'm only seeing things in black and white, will you forgive me tonight? If I'm wrong and you're right, through wind and through rain, through trouble and pain, if ever my heart strain, will you pull me through like you always do? When I am calling your name, through wind and through rain, through trouble and pain, if ever my heart strain, will you pull me through like you always do? When I am calling your name, when I am calling your name. If I'm lost along the way, if you find me in a state of disarray, will you hold on another day? If I'm lost along the way, if I'm lost along the way.
到访纽约，除了耳熟能详的自由女神像、帝国大厦和时代广场外呢，还有一个必去的地方，这就是布鲁克林大桥，纽约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布鲁克林大桥。这里也是很多美剧的取景地之一。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人常说，从布鲁克林大桥进入纽约，有种电影般的仪式感的原因喽。1883年呢，建成的布鲁克林大桥是当年世界上上长的悬索桥，落成时被认为是继世界古大7大奇迹之后的第8大奇迹，也被誉为工业革命时代全世界7个划时代的建筑工程奇迹之一。大桥以哥德式的尖拱、花岗岩桥塔和钢索来组成。第一站的桥当中则是以这个木材铺成的这个通道在几十米以外的地方便会被这个桥中间的2扇哥德式的拱门所吸引中间的美国国旗在这个微风中飘扬着，很是醒目当然，布鲁克林大桥的伟大不仅仅是因为它建筑的精妙，有关它背后修建的故事就是一个关于爱的传奇大桥的设计师约翰·罗布林在开工几个月后便因为工程事故不幸身亡。因囝华盛顿·罗布林顶下重任修建时也因为一次的意外严重受伤作为的总工程师，华盛顿的罗布林每天就坐在阳台上，通过了望远镜来观察，用唯一也在挡了一根手指头通过敲击妻子手背的方式来指挥工程，历时13年，直到雄伟壮观的布鲁克林大桥最终落成。钢筋水泥铸成的布鲁克林大桥，此刻是最温暖的这座书写了无数传奇的大桥，激发了无数灵感的大桥，承载了修建者难以想象的爱和力量。来到纽约一定会认识的地标大楼——帝国大厦。纽约帝国大厦曾经是纽约的第一高楼，电影《金刚》的拍摄地目前美国及美洲的第7高，世界第51高的摩天大楼，也是保持世界上悬建筑的地位上久的摩天大楼。那1931年到1972年之间那楼高381公尺，103层于1951年增添了天线，高了62公尺，提高其总高度至443公尺。大楼于1930年动工，于1931年来落成，建造过程仅410天，有着史上罕见的建造速度的记录几乎背景在纽约的电影影集一定会出现帝国大厦的身影。身为美剧迷，那也在车轨其实纽约有非常多知名的摩天大楼，仔细探寻的每栋建筑物背后都有各种非常有趣的小故事同时也见证了历史的演进如果想要认识现代文明，免给讲来纽约就对喽。
Zo gaat dat. Is dat toch niks voor? Maar we moeten nog naar 86, hè? Oh, dit is... Sorry, we're gonna go to left. Nee, dit is 80, hoor.帝国大厦当初建造的时候呢，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期，那它的建造也象征了经济的逐渐的复苏。那刚刚我们进来的大厅内的 Art Deco 装饰艺术啊，使用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颜色的大理石来装饰啊，所以呢来到家哈，代表着向过去工业时代的致敬。86户外的景观台，你看看视野超棒的哦，相机存储率完全 OK， 安全防护也做得很到位。现场其实人潮一直都是很多的哦，像拍到独照，你看还在垂直的角度啊，避开人群哦。时代广场也在恭喜啊，来到曼哈顿岛观光的第一指标啊，所有的纽约的团体行啊，一定会让大家停时代广场。你得知道这是多重要的景点嘛。Times Square 正式的译名呢，应该为时报广场。1904年，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在广场旁边盖了一座25层楼高的大楼。那纽约时报的发行人呢，成功说服了当时的纽约市长啊，在这里盖新的地铁站，并于1904年的4月8号把旧广场名称呢改为这个时报广场 Times Square。当年改名成功后啊，在广场举行的新年晚会便保留了下来啊，成为了纽约的重头戏。那广场上有许多的艺人装扮成各式各样漫画啦、电影人物啦，像 Spider-Man 啦、Iron Man 啦，芝麻街人物啦，还有自由女神。广场上的电子看板呢，亮度呢有够高的呀，颜色也相当的花俏啊。站一会儿啊，就会感觉特别有青光眼的感觉哦。那纽约时代广场跟边爱纽约百老汇音乐剧是纽约最强的重头戏啊，尤其是去时代广场跨年啊，
级的这个水泄不通啊，超级惊人。On my way down memory lane, you and me long time ago, and we were teens with tremendous dreams, always playing king and queen. We had set our minds to leave, face the world on wheels, cross the borders of Morocco, take a journey to Dubai, fight the pirates stuck in Disneyland Paris, take a swim in salty water, drinking stars and holy sun, and then we cross America. Looking back about 20 years or so, when I close my eyes I see how we all were tripping with belief.